每次当你打开 AI 生图工具，你很兴奋地输入一段指令，它呢就会生成一张非常漂亮的图，再输入一段指令，它又生成一张非常漂亮的图。但是当你把这些图片串联起来的时候啊，就发现好像哪里怪怪的哦。它们不仅风格不一样，角色不一样，甚至连镜头角度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之前就是这样，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每天起码3个小时在各种工具之间来回切换 Sora、Runway， 换了一圈，结果都差不多。资料夹里面有上百张图，可是大部分都连不起来。我当时不是在创作，就只是在收集图片而已。直到我把分镜思维带进去，事情才开始不一样。365天的通知单，摊在办公桌正中央。I put down the stamp, walked out the door， 便利商店的冷气打在脸上，香草冰淇淋在手心里，从固体变成一滴滴，在柏油路上。你现在看到的这部短片啊，从头到尾都是 AI 生成，没有导演，没有动画师，没有分镜师，全部都是 AI 生成。从故事到分镜呢，总共3分钟的影片，我花了30分钟去完成分镜表。今天我要借着这部短片来说明什么叫做分镜思维，也顺便示范一下这个短片制作的一部分过程。先告诉你最关键的一点。AI 生不出好的故事画面啊，不是因为工具太烂，也不是因为你的 prompt 写的不够好，是因为你跳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叫做分镜。电影在开拍之前啊，剧组会先制作一个分镜表，每个画面要拍什么，角色在干什么，全部都要事先规划好。如果你不告诉 AI 故事的逻辑、角色的外形、场景中要包含什么，它就只会给你随机又好看的图。图片是好看，但说不了故事。那分镜表到底在帮你做什么呢？它帮你回答几个问题：这个故事到底有几个画面？每个画面角色在做什么？画面跟画面之间又要怎么衔接呢？我举一个你看电影里面常常会看到的一连串的画面：一个角色走进房间，镜头会先拍他的脚，然后切到他的脸，接着再切到房间里面的其他人。这3个画面呢，并不是随便拍成的，在开拍之前就已经全部画在分镜表上。摄影师知道要拍什么角度，灯光师知道该怎么打灯，演员知道该站哪里，该怎么走位。用 AI 生图是一样的道理，你等于是导演，而 AI 就是你的摄影师。你没有给他一张流程清单，他不知道这张图的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那当然画面会衔接不起来，所以他就只能给你一张单独又好看的图片。但是故事是由很多张图片依照逻辑排列去组成，让观众看到之后呢，自动在脑中形成一连串的故事。你想盖一栋稳固的房子，就要先从地基开始，分镜表就是你的地基。地基打好了，当然分镜表里面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们有看过默剧吗？演员呢只能靠肢体语言跟表情来表达他想说的事情跟他当下的情绪是什么。他们没有台词，但观众还是看得懂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好的分镜呢，就像默剧，它不需要依靠旁白才能理解这个画面在做什么。核心就是一件事情，主体动作。你画面里的角色他到底在做什么？不是他站在哪里，不是背景是什么，是他正在做的那个动作，那个表情。我举个例子，死神第一次吃冰淇淋，如果我告诉 AI 死神拿着冰淇淋，你看到的就是一个角色手上拿了一只冰淇淋站在那里。画面好看吗？好看，但是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如果我告诉 AI死神小心翼翼地舔了一口冰淇淋，然后眼睛瞬间睁大，你看到的就不只是一张图片，你看到的是一个从来没享受过生活的死神第一次尝到甜的滋味是什么。这2个版本的差别在于哪里呢？第一个版本角色存在在画面里而已，第二个版本角色是活在画面里面。而让角色活起来的关键呢，就是主体动作。这就像搭了一个舞台剧的背景，但忘了告诉演员他要干嘛。布景再美，演员站在台上不动，观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你的分镜表里面啊，最重要的并不是背景，也不是风格，最重要的是角色到底在做什么，他的表情是怎么样，而这些内容呢，又是为了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理论已经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战。我会用死神被迫休假这个故事呢来示范一次，但是在进入示范之前呢，我要特别感谢之前
2位参加公开测试的朋友，一个是 Kai， 一个是 PP， 他们呢给我非常详细而且非常多的回馈，就例如说怎么让角色的外形更个性化、更有特征一些，又或者是怎么让画面在说故事的逻辑上面呢流畅度更高。而这些回馈呢我都收到了，我也把它都整合进了这次 MSA Y1 2.0 的正式版本里面。我真的要非常感谢这2位参加测试的朋友们。好的，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就是 AI 导演系统 MSA Y1 2.0， 这是我自己做的系统，来帮助我处理 AI 影片的前置作业，也就是分镜这件事情。这个系统呢有2个平台可以使用，一个是 Gemini， 另外一个是 ChatGPT。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系统呢？第一点是因为市面上大多数的工具啊，它就是帮你生图、生影片、生提示词，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工具啊，它可以帮你分析故事，然后告诉你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所以我把我学到的电影语言跟分镜思维啊，用它们来制作了一个这样的系统，为了就是让 AI 能帮我做这件事情。第二点是，我不希望我的图片跟影片只是好看而已，我是希望能用它们来传达我想说的故事。那我来示范一下这个系统怎么使用吧。刚开始呢，你就可以先跟它 say hi。当你跟他 say hi 完之后啊，他就会接下来就会问你说，把故事丢给他。另外，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另外，还有你常使用的 AI 工具是什么？那我之前对于这个死神故事啊，我有做一个基本设定，风格我想要类似真人电影三木孝浩的风格，他是日本纯爱电影里面的名导，他有名的作品有明天我要跟昨天的你约会。然后还有我在平行时空恋上你。另外呢，我常使用的 AI 生成是 Nanobanana 跟可伶。这个故事内容在讲，有一位死神，他非常认真的上班，他从来没有休过假。结果有一天，他收到了 HR 的通知，跟他讲说，你要把所有的机假都休掉哦。然后他这个假期长达1年。那这位死神呢，从来都不知道放假为何物。接下来他就必须得体验什么叫做放假这件事情。那这个故事的灵感是来自于 Brian Rand 的 Death in the Goldfish。你可以看到我不需要写任何的 prompt， 我只是要正常的输入正常的对话就可以了。接下来他就会跑出他对于这个故事的分析。MSA Y1 2.0 呢会帮你把分镜表分成3大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就是故事分析，里面有摘要、情绪弧线、关键时刻、核心冲突这些故事的底层逻辑，让你之后制作影片的时候呢不会偏离主题。然后接下来他就会持续问你问题，你只要一一回答他就行了。然后我之前有设定做一些基本设定。第二部分呢，它已经出来了，这一段就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角色跟场景会进行设计。故事中的主要角色长什么样子，发生在哪里？就像电影《理想世界》，它的主角就是人类少女跟机械合力。场景呢，就是在森林、水坝跟大学实验室里面。第三部分就是关键画面与完整的分镜。关键画面呢，就是传下情感，然后定下故事核心灵魂的决定性画面。拿《理想世界》来举例，女主角美宝她的意识呢，第一次传到机械合力里面的时候呢，她原本是从平视的视角，突然变成仰视的视角，因为它角度已经换了。这个部分它不光变换了身体，同时看世界的角度也已经改变了。那这个画面呢，定义了整部片的主题。当你的身体跟你的身份转换的时候啊，你面对世界的态度也会不一样。这整个过程呢，我没有画任何一笔，也没有写任何的 prompt。我呢，只是把故事说出来，把我的设定讲出来，把我想要的风格告诉他。系统呢，就帮我生成了一份有逻辑的分镜表。但是 MSA Y1 2.0 能做到这些，并不是因为它有魔法，是因为背后的核心逻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分镜思维加上主体动作这件事情。我呢，只是把这套逻辑植入到 AI 里面，让它变得更系统化、更加自动化。如果你理解这些逻辑啊，就算没有这个系统，你在其他 AI 工具上面一样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只是或许会慢一些而已。你想看看实际生成的分镜表长什么样子吗？我呢，把生成的内容放到 Notion 里面，公开连结呢在下方资讯栏里面哦。我的转变呢是从学习电影制作开始的。我很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像电影一样吸引人，不仅画面美，又能讲到故事。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看到一本书叫做《图解分镜》，
这本书让我知道，拍片从来都不只是拿起摄影机之后就开拍。现在我在做任何 AI 影片创作之前，我的第一步都不是打开生图工具，而是先制作分镜表。虽然说生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每次都完美，但差别就是我现在知道哪里有问题，然后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修正它。我觉得这就是有分镜思维跟没有分镜思维的差别。今天核心就是 AI 生成问题不在于工具，是你跳过了分镜这个步骤。工具会一直推陈出新，明天可能又有10几种你没有听过的 AI 工具出现，但是用画面说故事的底层逻辑是不会变的。学会分镜思维，不管工具再怎么换，你都能说出自己想说的故事。如果你也想用 AI 来说故事的话，我的建议是：第一点，在打开 AI 生图之前先把你故事的核心写下来，有哪些角色，有哪些场景，不用画图，用文字写下来就好。第二点，想一下故事中有哪些画面是转捩点，这些画面能不能引导观众将他们与角色融为一体？故事会有波动，角色会有情绪变化，那这些画面能代表他们吗？第三，检查你的镜头有没有变化。如果全部都是同一个角度的话，试着加入不同的角度，或者调整远近距离，用角度跟距离来呈现角色的处境跟想法。你不需要具有电影系的学历才有办法说故事，因为我也没有。从这里开始或许不完美，但如果你现在就做的话，比起大多数的人你已经前进了一步。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了解 AI 导演系统 MSAY One 2.0 的操作流程的话，教学影片的连结我放在下方资讯栏里面。它会像专业导演一样引导你一步一步的前进，并且在同一个对话框里面走完整个流程。你不需要懂得影视制作，你只需要回答问题就好。最后你会得到一份可以立即执行的分镜表。我是莹莹，一个非科班出身自学 AI 的创作者。这个频道记录了我用 AI 创作影片的过程，也有我在学习企业家思考的经验谈。起码我们要为自己而活，不是吗？那我们下次见，拜拜。